水姑娘，行李已经装好了。好。无暇，大少爷被关禁闭，出不来。小少爷昨天晚上好像喝多了，还没有醒酒。我和云城就代表大家，祝你一路顺风。谢谢你们。一路顺风。后会有期。琅琊阁见。走了。再见。七姑娘，我看你昨天把自己灌太多了，这是我给你调的醒酒茶，你尝尝。谢谢。感觉好些了吗？你看到小少爷了吗？他醒了吗？大概是没有呢吧，昨天喝太多了，我也不记得了。哎，你再喝一杯吧。七姑娘，七姑娘，你的信。为父数日后抵达崇安。你怎么在我房间啊？我，怎么了？喝多了自己跑过来的？折枝姑娘，实在是对不起，在下鲁莽，醒来的时候就发现在这儿了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拉你上来的？不是。啊？小少爷，不是每次酒后乱性都能成功的。那既然我们这次都不记得，那就算了吧。这……你还要睡会儿吗？那你请便吧。折枝姑娘。江天灵啊，江天灵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？姐，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不行，得找他们算账。凭什么你就得这么灰溜溜的回琅琊阁？哎呦，你好了你！我天，你也不嫌沉得慌。唉，你生什么气？这件事情没有谁对谁错，也许就是天注定吧。这江府也太欺负人了！江白玉整天吃喝玩乐，把自己身体搞垮了，凭什么赖你头上？哎呀呀，行了，行了，你坐下，坐下。还有，
这马荣龙的案子马上就要判了，萧大哥当年的真相就要揭开了，你不能走。你知不知道，琅琊阁在崇安有驻点，我已经递了帖子过去，马上就会送名册过来。只要在名册里面找到崇安的雇主，我就可以留下来。真的吗？当然。嘿，那太好了，只要能留在崇安，凡事就有希望。姐，这几天你干什么我都陪着你。至于那个有眼无珠的江府，你赶紧忘了吧。江府，江府有很多很好的人，为什么要忘？今天课上表现都不错。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儿，记得回去复习啊！下课。哥，我们先走吧。大少爷，大少爷，别不开心了。这水姑娘走了，不还有我们陪你呢吗？是不是？起来！谁让你坐了？那水哥的位置。我知道。行了，别不开心了，要不咱俩去花灯房？哎，你自己去吧。行了，别不开心了。啊，笑一个，笑一个，来。哎呀，走开！你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会儿行不行？大少爷，你干什么呀？一趟一趟的。这个，哲芝姐让我转交给你的。人都不在了，这还有什么意义啊？怎么了？不开心吗？哎呀，你别磨叽了，你让我静一静。静静在此，少爷，我是琅琊阁新来的侍女舒静，你也可以管我叫静静。我不需要，你出去吧。少爷，您说的不对，凡世家子弟皆需要侍女的辅佐，才可释放。行，你不走我走。他说的对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玉儿，这是琅琊阁从崇安城给你调配来的新侍女。从今天开始，就由她代替无暇辅佐你。我不要。我说玉儿，这舒静办事能力强，经验丰富，你都不了解她，怎么就让你不满意了呢？她没有水哥有才华。少爷，您说的不对。听闻您是崇安有名的纨绔，不学无术。舒静虽然不是琅琊阁最出色的侍女，但辅佐您也是绰绰有余的。她长得不好看。少爷，您说的不对。如果您按丑美的普遍标准来看的话，舒静虽然算不上绝美，但也绝对不是丑陋女子。伶牙俐齿，看着一点都不安分。主要是这个名字，舒静，说的一干二净，寓意一点都不好。少爷，您说的更加不对了。一个人的运气不会因为另一个人而改变。所谓是一命二运三风水，
4积阴德，5读书。说的有理。如果你对他不满意，那我就再换人。您换成谁我都不满意。那我就换到你满意为止。老夫人，少爷，我们该读书了。是。这什么呀？这是，还不如水姑娘呢，是不是大少爷？你也给我出去！好嘞。关中豪族，家中独子，酗酒放荡，酷爱围猎，喜食生肉。关中的不行。这个好，封疆大吏的2儿子，少年时被父亲摔过后脑，时常痴傻。吃啥也不要紧，哪人啊？西域的。算。擅长诗词丹青，性格温和，待人有礼。姐，这个好。琉球的，我的天哪！你们琅琊阁的客户怎么越来越远了？一点都不注重本地客户，去搞得整个崇安城只有江府这一家，杀也不是。哼！可是这几日送来的名册是这半年内所有雇者的信息了，再也找不到，我留不下来啊。这灯笼都已经挂了好几天了，沈大侠也不出现。若是他能来，说不定还能想想别的办法。出境以来，外面守卫的人果然都撤，终于有机会可以出去了。少爷，老夫人早已提醒舒静，说您一定会偷偷溜出去，不是去见无暇师姐，就是去华灯坊喝花酒，所以让我一定看住您。你只不过是我的一个侍女，本少爷想干什么你管不着。少爷，您说的不对。身为您的辅佐侍女，您的饮食起居、学习作息，都由我来安排。少爷，我虽然武艺不如无暇师姐，但我的轻功是琅琊阁第一。不是你怎么跟我弟一样，一板一眼的？行。那我去学堂拿笔墨总行了吧？那我没有笔啊。行，那我吃饭总行了吧？哎，少爷，这饭你还吃吗？不吃了。是，少爷。你们最近的课程复习的都怎么样了？啊？今天书本都带齐了吗？这墨汁儿一定要弄匀了。少爷，整理好了。谁让你碰我东西的？不是。这是水哥给我弄的书签，你以后能不能别碰我的东西？好的，少爷。还有，你能不能别站在我旁边了？你去后边行不行？好的，少爷。
这办法好哎，一目了然。帮你标好了，咱们呢攻克一个便撕掉一个。月儿这几天就像着了魔似的，怎么不见好转呢？昨天淑静告诉我说，月儿一个人在屋子里边自言自语了1个时辰，就像得了癔症。啊！救命啊！外面都被我用蔷薇藤给绕住了，你要是不怕疼，跑啊！哎，你快放我下来！今晚蚊虫多，你在外面好好反省。明天我陪你过来上课。雪哥，少爷，晚上湿气重，还是把窗子关上吧。我想透透气，把窗户打开。少爷，您说的不对。如果您感染湿气的话，就会着凉，着凉就会感冒，感冒就会发烧，发烧就会影响学业，影响学业。我跟你说，我用不着你来管我，我就是想生病，我就是想感冒，怎么了？少爷，您说的不对，您这是在赌气。我跟你说，从今天起，屋里的任何一个东西，任何一个饰品，你都不许碰。少爷，您说的更不对了。如果您什么都不让我碰的话，我怎么辅佐您啊？你给我出去！是。少爷，您的茶放那儿吧。少爷，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我知道，我永远都比不上无暇师姐。你喜欢无暇师姐的剑走偏锋，而我只会一板一眼。但作为琅琊阁侍女，我必须恪守职责。我明白，这不是你的错。我听说，无暇师姐这几日并未在崇安城找到需要侍女的府邸，她就要动身回琅琊阁了。什么时候？现在。静静，谢了。快去吧。姐，你放心吧，吩咐的事我都记下了。萧大哥的事情我也会时刻盯着，一有消息就通知你。八喜，我连跟他们告别的机会都没有，
而且哥哥这边要是出了什么岔子，我都来不及赶过来。我总觉得我不能就这么走了。姐，可按照门规，你已经留在崇安数日了，如今已经是最后的期限，没有找到下一个雇主，就必须立刻返回阁中。琅琊阁门规森严，你若执意不走，是会被赶出师门的呀。无暇，师姐，你也许有你的苦衷，但今日师姐来只有一个任务，就是把你带回去。你要是有什么话，就去面见阁主自己说。时辰不早了，我们还要赶路，快点上车啊！姐，无暇。张白玉，你放开我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这是你唯一留在崇安的机会，一会儿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听见没有？啊！跪下，跪下！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！你们这是？老夫人，快来，怎么了？快来看看呀！奶奶！哎呀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奶奶，你就成全我们吧。这么大的雨，赶紧回去吧。奶奶，老夫人，分别几日，心如刀割。此刻我发现，我和无暇已经成为了彼此的影子。若是为了那安然无恙的命数，就形同尸体的过下半生，那我们宁可不要。什么上半身啊，下半身的啊？你们还年轻，这爱呀，就像晚来的风，来得急，去得也快，时间长了也就忘记了。若是会淡忘，那我们便不是真爱。此刻我已经认定，无暇就是我的一生所爱。你们才认识几天呢，就夸下了一生的海口。别人岁月漫长，可我是人生苦短。这些年，我过得并不快乐，而仅有的快乐，都是因为无暇的出现。师大让我对生活有了信心，对未来有了盼头，它就像是一道光，照亮了我。可是您为什么偏偏要拆散我们呢？这个命数之说，本就是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你今日怪奶奶狠心，他日你就便会知道奶奶的用心良苦。若是他日我又变回了从前的江白玉，那是您所想看到的吗？
你们才认识几天就有这么多的不祥之兆？如果以后这种现象变本加厉，你们还能坚守在一起吗？那他是真的喜欢上我了吗？还是只是想帮我留下来？他一定是想为了帮我，所以走了苦行戏码。哥哥之事结束之后，又如何向老夫人交代？无暇，你能吗？能。好，那我问你们，想好了再回答。如果以后你们家徒四壁，一贫如洗，你们也绝不分开。不分开。吃糠咽菜，喝凉水都塞牙，你们也绝不分开。绝不分开，就不分开。不分开。玉儿啊，你为留下无暇改变了这么多，以后你不会后悔吗？不后悔。是他让我知道，家有多么的温暖，家人有多么的重要。如今他也是我的家人，我是不会丢下他的。年轻人呐，也只有年轻人能说出这样的话。赶紧起来吧，回去。奶奶，若是您不同意，我们便长跪不起。反正您的孙儿身体欠佳，无暇一个女子也跪了半天了。行了，别再演了，傻小子！我的意思是啊，让你带着水姑娘赶紧回屋去。谢谢奶奶。谢谢老夫人。老夫人，你看，真是天意呀，天意呀！大少爷，你看啊，奶奶她就是嘴硬心软，她为了我们以后着想，都快把我这屋弄成道观了。不过除了这些，我这房间里边东西可是一点都没变。怎么样，是不是有一种回家的感觉？来，来，你先坐，喝点热的。你为了我，把自己搭进去，下这么大血本，为什么？嗨，这不都是朋友吗？能帮一把肯定就帮一把的。再说了，我如果突然换了侍女，那我肯定不习惯，到时候还得重新建立感情，多麻烦。为了我，你宣布自己名草有主，到时候全崇安的姑娘都会对你避而远之的，不觉得亏？亏啊！不过呢，我这个人呢就是仗义，名声哪有你重要？真够意思。是不是？感动的你都想哭了？哭不太出来。我们只能在人前假装情侣，私下可不能有越矩的动作。等考试一结束，你还是你的大少爷，我还是我的琅琊阁侍女，知道啦？不近人情。不过，我现在可就是你的人了，你以后得对我好点。当然。
一定会对你特别特别好。为了感谢你让我重回江府，我准备重新制定学习计划，升级我的惩罚手段，到时候一定要乖乖的哦。你这是恩将仇报。啊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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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